姐姐，选一样吧。苏雪，你怎敢？她可是宁远侯府的侯夫人，你的长姐，你怎敢如此待我？侯夫人，姐姐扪心自问，这3年来，整个定远侯府，有人把你当做侯夫人吗？你呀，整日在病府，怕是还不知道吧？昨日侯爷已经下令将你宣起，今日之后，只有我才能被称为侯夫人。林诗远不敢这么对我，就算你们不顾及我侯夫人的身份，但我还是钟情伯府的嫡长女。差点忘了，姐姐连这件事也还不知道呢。早在3日之前，父亲就已经宣布和你断绝了所有关系，你已经不再是钟情伯府的嫡长女了。断绝关系？父亲怎么会原先和我断绝关系？怎么不会？宋婉宁，你身为人妻却不守妇道，得了花柳郡主的丧命，你觉得钟情伯府还会要你这样败坏门风的嫡长女吗？他们可是生怕受你连累的。我没有不守妇道。诗远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除了你，我没有接触过其他外男。你的意思是，本侯将这种脏病传染给你了？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的，我只心悦于你。宋婉宁，就凭你也配心悦本侯？要不是你当初不择手段的嫁进侯府，我会娶你吗？我与裴家的婚约是两家祖父10年前就定下的。那又如何？我就是赶不上。也不用让他选了，全给他用上。是，侯爷。雪儿，我们走，别让这个女人的血脏了我的眼。裴西，这么多年，你难道对我就没有一点夫妻情分吗？从不。宋婉宁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像侯爷这样的人，最厌恶的就是受人摆布。可你偏要拿着婚约的事逼迫着他娶你，他怎么可能会不厌恶？看你要死了，不妨再告诉你一件事。难道你就从未怀疑过，为什么侯爷每次到你房中过夜，都要蒙住你的双眼？自然是为了让你看不清面目，好让你与别的男人颠鸾倒海，患上花柳之病啊！这些年来，侯爷从未与你有过肌肤之亲，与你同房的真另他人。无耻！还不快送姐姐上路！这一世是我识人不清，若有来世，一定。裴县，定远侯，裴世远名义上的父亲，他不是在我和裴世远成亲后没多久就死了？
出现在这里。一拜天地！这里是我和裴诗远3年前成亲的地方，多月也还活着，别被宋雪儿害死。姑娘，您怎么了？快拜堂啊！多月，现在是和您何月何时？姑娘，您莫不是和裴世子成亲，高兴傻了吧？现在是荣庆24年8月21日。我回来了，我居然重生到了3年前。既然老天有眼，让我重活一世，那这一世绝不会再让自己受到任何人的排挤。这个亲我不结了。不结了？不是说不结就不结了？说不结了。宋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是要当场悔婚吗？就是，你们宗亲伯府还有没有教养？姑娘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教养？那我倒想问问，大婚之事让我与一只公鸡拜堂成亲，这也是定远侯府的教养？那是因为世子尚在病中，所以尚在病中。他不是与人私奔逃婚了吗？逃婚？大婚之日与人私奔，这也太羞辱人了吧！就是，他是知道世子与人逃婚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世子就是尚在病中，所以才不得不用了此法。那你敢不敢把他叫出来与我对质？上一世是有多蠢？裴诗远在大婚之日与宋雪儿逃婚，如此羞辱于我却还甘愿入府，甚至还让他以平妻之名将宋雪儿接回。世子他，我猜你是想说世子病重不得起身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样。那府中总有木板之物吧？既然他病重不得起身，那抬总能抬过来。宋婉宁，你放肆！这里可是定远侯府，定远侯府就可以弄虚作假，害人姻缘了吗？当着众多宾客的面，王夫人还是好好说说，世子究竟在不在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诗远他此时在何处？老大家的，说实话。母亲，侯爷是石远一时糊涂，才会被人哄骗逃婚。我已经着人去寻了。荒唐！你快叫人找来，拜堂成亲。是，还不快去！宋姑娘，你放心，你才是我们裴家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。对，旁的女人都不作数，你要是高兴啊，就把她纳进来做个妾，当个玩意儿便是，然后在你的助纣为虐之下，好搓磨。这个宋婉仪不过是占着世子正妻的名头，在我心里，只有雪儿你才是我心目中的好儿媳。还是算了吧。世子既然与人私奔，在大婚之日弃我于不顾，那我何必担着有名无实的世子夫人呢？那你想怎么做？我要换个夫君。这成何体统？是你们裴家对不住我在先。既然是八抬大轿把我迎进门，断没有让我再走回去的道理。既如此，那便换一个人与我拜堂成亲。这怎么能行？为何不行？我与裴家的婚事是长辈定下，可没说一定是裴世子。的确是我们对不住宋姑娘在先，那就依宋姑娘，裴家没娶妻、没定亲的儿郎都站出来，由宋姑娘自己挑选。不必了，我的心中已有人选。哦，那宋姑娘想要挑谁？我选他。既然裴时远不想同我提亲，那我就做他的女人。我选他。这宋婉宁是疯了不成？啊，是他呢？宋姑娘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自然知道。侯爷，
你可是未娶妻未定亲，是。那便符合老夫人所说的人选。那你可知道，我已是而立之年，且身患隐疾，无法任你此事。我自然也知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也才会过继了大皇的裴氏，作为他的继承人。庄亲伯府是我的娶，嫁给他是我此时最好的选择。而且按照上一世的发展，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。侯爷，俗话说父债子偿，反过来子债父偿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教子无方，裴时远大婚当时逃婚，让我沦为笑柄。你作为父亲，自然有责任偿还这笔债。姑娘说的是有些道理啊。今日之事，的确是本侯教子无方。本侯在此先给宋姑娘赔个不是，但关于择夫一事，我裴家还有诸多尚未婚配的子侄，你可在他们之中任意挑选。可我偏偏只看上了侯爷你。我觉得侯爷不仅才华横溢，还品行极佳，日后定然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夫君。老夫人，您方才说裴家未娶妻、未有婚约的儿都可任我挑选，现下我选中应有，不知您这回可还作数？阿宪当年在战场上落下隐疾，没有娶妻，一直是我的心病。现下倒是有个能让他以后不至于孤独终老的现成媳妇。反正裴家都已经闹出这种笑话了，还怕笑话更离谱些吗？自然作数。母亲，阿宪，我们裴家素来讲信用，不是那等言而无信之人。宋姑娘，你可想清楚？是，我想嫁与你，做你的妻子。如此，那别误了吉时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礼成。夫人，您受苦了。没想到那个裴世子竟然如此不负责任，在大婚之日当场逃婚。早知如此，当初直接退婚便是了，还连累您嫁给了年岁大了您许多的定远侯。年纪大有什么不好？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年纪大的夫君会疼人。况且嫁给裴时远也不一定会过得好，起码侯爷品行高洁，为人正派，定不会亏待我的。前世定远侯在我和裴时远成亲不久后就突然重病身亡，虽然相处不多，但到底是裴家除了老夫人待我最和善的人。也是，就是可怜了姑娘对裴世子的一片痴心。东岳，其实我……侯爷，
侯爷居然剃了胡子。东岳，侯爷，那奴婢就先退下了。这个东岳，不过没想到剃了胡子的侯爷，居然看着这般年轻。啊，侯爷可是要沐浴，我让丫鬟去烧水。不用忙活了，我来只是知会你一声，我去书房睡。若是让侯府的人知道新婚之夜我独守空房，此后我定然是不好在府中立足，更别说其他了。侯爷，侯爷，裴家的不负责任，原来是一脉相承的。你这是何意？你儿子在大婚之日与别人私奔，而你就在洞房花烛夜让新娘子独守空房，这难道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一脉相承的不负责任吗？你不是知道我为何至今不娶吗？侯爷，你只是身患隐疾，又不是得了什么不能与女子同眠的怪病。况且我既然知道情况，还坚定不移地选择嫁给侯爷，自然不会在意这些。夫人莫不是看中我身有隐疾，才想着驾驭我？夫人莫不是看中我身有隐疾，才想着驾驭我的吧？这人私下里怎如此浪荡？既然夫人不介意，那便就请。啊，果然还是不行。我先且喝茶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孩子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这镯子可是侯府主母的象征，母亲居然给了她一个黄毛丫头。上一世裴老夫人未曾将这只镯子给任何人，没想到这一世竟轻易给了我。母亲，这个镯子太过贵重，我不能收。是啊，母亲，我看弟妹年纪还小，怕当不得此重任。有我在，有何当不得？可母亲说的对，长者赐不可辞，母亲给你的，你收下便是。那儿媳谢过母亲。瞧瞧，瞧瞧，这阿宪呐，刚成器就有做丈夫的样了，还把胡子给剃了，怎么，害怕别人说你比你媳妇老啊？娘，再风光又能怎样？还不是个活手把的，哪有嫁给我儿好？大嫂请喝茶。弟妹，你昨夜过得可还习惯？哎呦，都怪石远那孩子任性妄为，才会让你……哎呀，你瞧我，差点说错话。总之，我替石远向你赔个不是。多谢大嫂关心。昨晚我一切都好，不过石远那孩子的确是不懂事，但这也不能全怪他。他自过继以来便没有主母教育，如今我嫁过来，他就有母亲，我日后定会对他严加管教。这个宋安宁，我刚当上侯夫人就开始拖大，当
当我儿的母亲了，因为她昨天晚上还只是我的小辈。老夫人，侯爷，世子找着了。什么？世子在哪儿？世子在哪？被咱们的人困在城外的别院中。侯爷，那咱们赶紧把世子带回来吧。对，阿羡，你快点带人把这个逆子给找回来。侯爷，刑部侍郎张大人求见。夫君，母亲，让我去吧。你怎么能去？我既然成为了石远的母亲，自然也应该担起管教他的责任，为何不能去？我看还是我去吧，毕竟我才是石远的生母。大嫂，您之前的确是石远的生母，但石远毕竟已经不及管教，从今日起，我便是他的母亲。好了，婉宁说的对，老大家的，婉宁现在才是石远的母亲，以后你不要插手了。夫君，就依母亲所。谢父亲。世子爷，我好害怕。雪儿别怕，我定然会护着你。世子，伯父来人了。来的人是侯爷还是母亲？都不是，是裴世子，别来无恙。裴氏，宋雪，没想到我宋婉重生回来了。裴世子，别来无恙。宋婉宁，怎么会是你？为何不能是我？哦，难道你昨日还是嫁进侯府？是又如何？这个宋婉还真是不知人事，没想到我都已经逃婚，她还是死皮赖脸嫁进侯府。她今日来肯定是想求我回去的。宋婉宁，就算你强行嫁进侯府又如何？我的心里只有雪儿。是啊，姐姐，我知道你对世子痴心一片，可世子的心里只有我，我们才是真心相爱的。姐姐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雪儿，不必和这种人多说，我们走。拦住他们！宋婉言，你敢拦我？我奉侯爷的命令办事，有何不敢？你就不怕我因此对你心生厌恶吗？你对我心生厌恶，与我何干？宋婉宁，别以为你换了一种态度对待本世子，本世子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我知道你心悦本世子，可我这辈子非雪儿不可。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心机了。裴世子，我怕你是误会了，你这辈子非谁不可，又与我何干？别装了，宋婉宁，你今儿来不就是想让我回去的吗？这样吧，你想让我回去也可以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我要你现在准备好马车，恭恭敬敬的引我和雪儿回府，并接受雪儿做我的平妻。那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你就别想让我再多看你一眼。我为了不会裴世远的问题，居然还真的答应父母为我不平妻，我是有多蠢？裴世子，我倒是想恭恭敬敬的迎你们回去，可就怕你们受不起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世子爷，看来姐姐是不愿意接受雪儿入府呢。宋二小姐，你还是称呼我为夫人吧。你这一声姐姐，我可当不起。我可没有你这样与人私分、恬不知耻的妹妹。雪儿，你怎么了？我这怎么回事？我突然心口好疼。雪儿，别怕，我这就给你请大夫。世子爷，我想要你在这陪我，不如就让姐姐去请吧。
就像假的世子把他世子肚子，我倒要看你怎么着。裴世子，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？你没听见吗？雪儿说她心口疼。她心口疼就去看大夫，我又不是大夫。雪儿可是你的妹妹，这样捏酸吃醋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你说我是在捏酸吃醋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不就是嫉妒雪儿能陪在我的身边，受我的宠爱吗？你现在立刻去给雪儿请大夫，可你别想让我再正眼瞧你。那我要是也不答应呢？雪儿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抗我的命令，要是雪儿有任何闪失，我定会立刻休了你。既然裴世子想休了我，那便休吧。我也想看看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能够休得了我。怎么？你打算拿你们忠亲伯府来吓唬我？世子爷，看来姐姐是铁了心的不愿意和你分开，不想让雪儿入府，共同侍候世子。婉宁，我本只是想让你恭恭敬敬的领我和雪儿回府，我便留你2分体面，让你继续做世子妃。谁知你竟然这么不识好歹，那你这世子妃也别当了，就留着做妾，侍候我和雪儿吧。我们走。没有姑娘，不，没有夫人吩咐，你们谁也不许走。我可是世子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只听我们夫人的。你居然还敢让人拦着我！赶紧让他们给我滚开，否则以后别让我再原谅你。是啊，姐姐，你若想得到世子的青睐，就应该好好听世子的话才对。我当不起你的这声姐姐。还有，你要是嫁给裴时远，此时何该称我一声母亲？我嫁给石远哥哥，为何要称你母亲？二小姐怕是还不知道吧？昨日裴世子逃婚后，我们家夫人已当场改嫁侯爷，现如今是定远侯府的侯夫人。你若是想嫁给裴世子的话，难道不应该尊称我们家夫人为一声母亲吗？好，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？怎么不可能？我是与你们裴家有婚约，可当初未曾指是与你们裴家哪位公子？你既逃婚，我便改嫁旁人，这有何不可？裴世子若是不信，那可问问这些下人呢？是的，宋姑娘昨日确实已经改嫁给了侯爷。儿啊，还不赶紧过来拜见母亲！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世子不相信我说的，也不相信这只小子。这是侯府的传家玉镯，祖母怎么可能会把这玉镯给你？自然是因为我嫁给了定远，是定远侯府名正言顺的当家主母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做侯夫人的。你都能越过自己的长姐和自己的姐夫私奔，我为何不能做侯夫人？可你明明之前那么想嫁给世子爷，又怎会突然改嫁给他人？雪儿说的对，我听忠亲伯府的下人说，你为了这次跟我的亲事，用了整整3个月，就为了给我缝这件喜服。你痴迷我至死，又怎会改嫁他人？就算你改嫁给了我父亲，那也是为了留在侯府资助我。哦，对，定是如此。我明白了，宋婉宁，你还是在介意我和雪儿私奔之事，对不对？或许你说的改嫁是真的，但你并不是真心想嫁给我父亲，而是为了用此事引起我的注意，好私下里勾引我。果然，姐姐才是最痴情世子的人，连雪儿都不及呢。你居然能痴迷我到如此地步，可是那又如何？像你这种恬不知耻的女人，我这辈子都看不上。我知道你厚颜无耻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。行了，你别装了，宋婉宁，你不就是想像雪儿一样获得我的宠爱吗？这样吧，你现在跪下，给我和雪儿磕3个响，我就屈尊降贵，让你到我房间伺候我，如何？放肆！你作为晚辈，
居然敢如此不敬自己的母亲！侯府是未曾教过你何为孝道吗？就是。裴世子，你真是太不孝了。林峰啊，我听闻裴家颇为重视孝道，不孝子可是要挨家法伺候，是有不是？是。宋哥，你少拿家法吓唬我！裴世子是以为我在吓唬。东岳，奴婢在，为世子准备长凳，家法伺候。是。来人，世子违反侯府家规，拖到院中，杖刑20。是。世子得罪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石远哥哥，你们两个疯了吧？石远哥哥，宋婉宁，石远哥哥可是侯府世子，你怎敢如此对他？宋二姑娘不是心口怎么，现在不疼了？你一定会为今天所做的事情后悔的。我打我儿，怎么会后悔？这是侯府的家事，就不劳宋二小姐操心了。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昨日之事该如何向钟情国交代。玉多言，打在我身，痛在他心，我就不信他真舍得打我。是吗？那你就好好看看我究竟舍不舍得打你。来人，给我打！宋婉宁，你敢！要是真的打了我，我这辈子不，我下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。住手！你果然不舍得打我，你现在给我跪下磕头还来得及。裴县身有隐疾，昨夜定是无法满足你，你可得珍惜好这次机会。错过这次机会，你可就没有机会与我亲近喽。裴世子，你怕是想太多了。我只是觉得这根棍子太细，换根粗的来。是。洛宁，我可是侯府世子，你岂敢！打吧。住手！我看谁敢动我儿！还不放开！不许放！母亲，母亲，你快救我！你快来救我！我儿别怕，娘来了。大嫂，我记得今日就同你说过，既然石原已经过继了我，那就只有我才是他的母亲。况且母亲交代你不许插手此事，你这是要违抗母亲和侯爷的命令。我呸！不过就是一只麻雀，沾了我儿的光，飞上枝头有了些身份地，也敢在我面前拿球。大嫂慎言，无论我之前如何，可我现在是定远侯府的侯夫人，大嫂还是要对我尊重。哼，要不是我儿逃婚，你何德能嫁给侯爷做侯夫人？你忘了你以前为了嫁给我儿子是如何讨好我的了吗？我之前的确是被朱幽蒙了心，才会看上裴时雨。不过我现在既已经嫁给了侯爷，心中自然只有侯爷一人。你少在这装蒜了！这京城谁不知道你宋大小姐失恋了？现在我的书房里还放着你为了讨好我给我绣的香囊写的书信呢。你说你的那些东西，要是被侯爷看见了，侯爷会如何想？天底下应该没有哪个男人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如此痴缠过别的男人，况且还是自己的儿子。宋婉，你别以为你嫁给了侯爷就可以高枕无忧，要是侯爷厌弃了你，我看谁还能为你撑腰。他说的没错，说是裴县如此机会，夫人身也只不过是一个空壳。还有你们，不过才过了1日而已，就分不清谁才是侯府的主子了吗？居然敢打世子！就是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姐姐，还不快给伯母还有世子道歉？难道这不会是还是我府副主？我不甘心，即便是无人承认，
今日绝不会让他们见亲人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宋婉宁，你疯了不成？想要向我道歉，休想！反了！你家小的周清波嫡女居然敢打我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死丫头给我抓起来！不许动我们姑娘！别在一起给我绑了！是啊，你凭什么绑我们？你一个小小的中亲伯嫡女，又凭什么打我们？就凭她是本侯，是你母亲。现在他可凭得起吗？没看见侯爷来了吗？还不赶紧退下！侯爷，昨日不是还一口一个夫君吗？今日不过才过几个时辰，怎的改口叫侯爷？这人怎的又如此？侯爷，您来的正好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姑娘，不，为我们夫人做主啊！您不知道她受了多大的委屈。你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，是他打了我们，怎么就是他受了委屈？要不是你们咄咄逼人，逼迫我们夫人怎么可能会动手打人？你明是宋婉宁这个女人信。放肆！她既已嫁于我，便是你名义上的母亲，无论如何都不该对长辈如此不敬。元宝在，世子不敬长辈，昨家法伺候20掌。父亲，侯爷，凭什么光打世子？他宋婉宁还打了我呢！有按这么说，他也是不敬长辈，也得挨板子。侯爷，我们姑娘身子骨弱，可经不住挨板子。如果一定要打的话，东岳愿意代劳。夫人打了大嫂一事，也确实不对，那就罚夫人抄写裴家家规50章。那就罚夫人抄写裴家家规50章。夫人可有异议？父亲，这不公平！是啊，二弟，你这是故意偏袒。偏袒！昨日你背信弃义，与人私奔，视为不仁不义；今日你罔顾家规，不敬长辈，视为不忠不孝。你弃家族颜面于不顾，行如此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之事，我请问你，这20章也叫偏袒？大嫂若再多说一句，便加10章。元宝，动手！是。父亲，父亲，我错了，父亲，我错了。他得忘了宋二小姐，将宋二小姐绑了，送回忠勤伯府。若是本侯日后着空，定会亲自拜访伯府，与他细说这件事情。夫人，我们走。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我已经和诗远哥哥有了继父之妻，我是要嫁给他做世子妃的，我不能就这么回去。宋二小姐可曾听过一句话：分则为妾，逃为女？你这样的行径，怕是不能够做定远侯府世子的正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让我做妾？我也是忠亲伯府的嫡女，我凭什么做妾？我也是忠亲伯府的嫡女，我凭什么做妾？若不是因为我母亲离世，父亲做主将林姨娘扶正，你如何能成为忠亲伯府的嫡女？既当自己是嫡女，又如何能做出与人私奔这样有违嫡女身份的事？宋二小姐还是好好的回府里反省。宋雪，前世你费尽心思想要做世子，今日我便彻底斩断你这个人。夫君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诗远哥哥，侯爷，婉宁多谢侯爷。夫人不必多礼，你既已嫁给了我，我自然是要护着你。前世我的身边皆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未曾想这一世竟然会有人说要护着我。不相信我？婉宁自然是信侯爷的，只是夫人但说便是。只是侯爷，你真的不介意我的那些过往吗？我与裴世子之间的事，还有昨日改嫁之事。算了，
你今夕是何年岁？吉吉，我又是何年岁？30岁。我与你父母年岁差不了多少，你不过是在一个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喜欢上了一个不那么适合的人，我怎么会在意？我若介意你这些，那你是否介意我年岁太大？我若介意你这些，那你是否介意我年岁太大？当然不会。侯爷虽然已至而立之年，但是风采依旧，看着和裴世子差不了多少。那便是了。你既不在意我的年岁，我又何必在意那些过往？那昨日改嫁之时，侯爷是否会觉得我是一个极有心机之人？你不过是一个弱女子罢了。昨日发生那种事情，你还有得选吗？况且逃婚之事本来就不是你的错。若是石远不想成婚，他大可提前和两家知会，可他偏偏选择在大婚之时私奔。他这样做，从未想过将你置于何地。是我前世怎么会那么蠢，就那样相信了裴世远？原来这世上还会有人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。婉宁多谢侯爷。是夫君。好疼！哎呀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就不能轻一点吗？夫人，我已经很轻了。我不要你们给我上药了，疼死我了！给我滚下去！快去！诗远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你可别吓娘啊！母亲，我不甘心，宋婉莹那个女人居然害得我被打本子，我一定要她付出代价！林峰，刘小菜，去我的书房，把宋婉宁之前给我写的信全部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诗远，你要那些书信做什么呀？宋婉宁那个女人不是说她嫁给裴宪，心中便只有裴宪了吗？我倒要看看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其实夫人不必每日来送我，在榻上歇着便好了。以前我祖父上朝，我祖母总会这样，每日送他，我总归是睡不着的。送一送侯爷也无妨，况且他也活不了多久，在他还活着时，我尽力对他再好一些吧。晨露霜重，夫人小心着凉。不用，侯爷，我总要回去的。这披风还是侯爷自己披的。给你记好了，披上便是。还有，我让母亲免去了你的成婚定信，你只需每月初1、15去便可。再有，在府中不论遇到任何事情，皆可差个小厮去选我。多谢侯爷。东岳，带夫人回去歇着吧。是，侯爷。侯爷，你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我知道母亲为何非要让我成婚的原因。为何？等你有了心仪的人，成婚之后便知道了。总不能是上朝的时候为了有人送你吧？哎，侯爷，等等我！叶可真是个好人。是啊，他可真是个好人。可惜好人不长命。等裴宪死后，我一定会为他每年祭拜，多烧一些纸钱。会不会走路啊？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还撞人就跑？不行，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。东岳，夫人，你看这是什么？
是我之前写给裴世远的书信，算是情书。好像还有一张。宋婉宁，你若是不想让全侯府的人都看见你给我写的书信，就在一炷香之内独自一人到我房间里来拿。卑鄙！裴世子这是想让您去或不去都坏了名声。你说的没错，倘若我不去，他便会将这些书信散布到整个侯府，让我颜面尽失。但若我去了，被人撞见，便会说我不守妇道，与他纠缠不清。无论我怎么选，都会让我在府中无法立足。那不如我们去找侯爷吧。侯爷不是说了吗？让您遇到棘手的事情就去找他。不行，侯爷他才刚走，说不定此时还在路上，不能耽误到他的公事。这样，东岳，你把这封信交给老夫人，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老夫人。我去找裴世。可是夫人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，万一裴世远要伤害您。不怕，要是老夫人信了你的话，就一定会带人过来。要是她不信，我也会想办法让自己安全。那夫人您一定要等着我。等一下，记住，一定要悄悄地去，不要让任何人发现。好。看来我儿的伤好得很快。看来我儿的伤好得很快。我今天不是与你争这些义气，你来是想要这些书信吗？裴世子心知肚明，又何必在这惺惺作态？你想要这些书信可以，那你过来拿呀。而我就不给你。裴世远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你想要这些信可以，不过你现在得伺候好我才行。裴世远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好好的伺候我。裴世远，你如今这模样，怕是有心有无力了。哼，谁说我要用？我要你现在跪下爬过来，用你那张嘴伺候。如果伺候的好了，说不定本世子就大发善心，把这信给你。裴世远，我还真是小看了你。我本以为你前几日的无耻已经是你的极限，没想到只是开始。怎么？看来我儿前几日被打的板子还不够记忆犹新，还想要再挨一次家法。你想要再挨一次家法？宋婉宁，你休想拿这些话激怒我。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些信的事，你也不想这些信被侯府其他人看见吧？这些信里可是写了许多你对我的爱慕之词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要是传出去了，你这侯夫人恐怕也就做到头了吧？你就不怕我告诉侯爷？侯爷说他不介意我跟你之间的过往。你少拿裴宪吓唬我！就算他之前说不介意，可要是闹得人尽皆知了呢？到时候侯府上上下下人人都知道定远侯有一个不知廉耻的夫人，他还会不介意吗？宋婉宁，我劝你还是识趣一点，过来伺候好我。伺候好了，这些事情自然不会发生。怎么，我们的宋大小姐不会还没学会怎么伺候男人吧？对，你确实不会伺候男人，毕竟裴宪不能人大，你夜里肯定很寂寞难耐，说不定你早就盼着来找我这一天呢。难道你就从未怀疑过，为什么侯爷每次到你房间过夜都要瞒着你说？也许你不是，自然是为了让你看不清面目，好让你与别的男人颠鸾倒凤，患上花柳之病啊！宋婉宁，我劝你别不知好歹，我这是在给你机会，免得你日后寂寞难耐了，出去找野男人。本世子可比外面那些野男人金贵，赶紧跪下过来伺候我！好啊，我这就来好好伺
伺候伺候裴世子。一个心狠手辣的屠夫！宋婉宁，你居然敢勾引世子！诗远，你怎么会躺在地上？哎呀，快起来！宋婉宁，你居然敢勾引世子！大伯母，他勾引我，还咬伤了我传宗接代的宝贝。什么？这个侯夫人怎么这样？这么不知廉耻，背着侯爷做这种事情。是啊，还咬伤世子内处，真是不知羞。母亲，快让人把他抓起来，也让他尝尝家法的滋味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妄图勾引世子、不知羞耻的女人抓起来，家法伺候，杖刑2，不，杖刑40。慢着！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来得很及时。祖母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看看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她差点让我们裴家真的断子绝孙。快把这个女人赶出侯府，她不配做我父亲的妻子。是啊，母亲，这样品性卑劣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二弟。诗远，我问你，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？这个卑鄙的宋婉宁，居然将我写给她的威胁信交给了祖母。祖母，这封信确实是我写的，但我也只是想把那些信还给宋婉宁，好让她认清现实，与我斩断过往。世子，那照你这么说，你的那句说不来拿，就让全侯府的人都知道，这威胁的话语也是为了让我认清现实。我要不那么说，你不能拿信吗？母亲，你也知晓这个宋婉宁过去对世子有多痴缠。世子若不将事情说得严重些，说不定他还想缠着我们世子呢。是啊，祖母，你看，就算我将信写得如此严重了，这个女人还是趁着我有伤在身，逼迫于我做那样的事情，还咬伤了我内处。母亲，婉宁从未做过如此有伤风俗的事情，是世子威胁我在先，并说了一些不堪入目的话来激怒我，情急之下，我才不小心拿盒子砸伤了世子。你这是哄骗祖母！我会用我们裴家以后香火传承这样的大事来污蔑你吗？那就让大夫过来看看，是不是如同世子所说的。侯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是老夫人说侯爷应当知晓此事，所以派人将他请了过来。又是裴信，这个裴信又来坏我好事。父亲，你怎么总是相信一个外人，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呢？是呀，二弟，就算石远没有过继过来，那他也是你的亲侄子呀，你怎么总是偏帮一个外人？若石远说的是真的，我定然会为他出手。可他说的这般荒唐，我怎么信？还是用事实说吧。哎呀，母亲，石远是你的亲孙子，你总不能为了一个外人这般伤世子的心吧？阿宪说的不无道理，况且婉宁是阿宪的妻子，也不算是外人，还是按阿宪说的做吧，找个大夫看一看吧。元宝，带世子下去验伤。是，世子请吧。来人，带世子去验伤。是。回禀侯爷，世子那里并无养痕，且世子应该无碍，不会影响子嗣。大嫂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那也是你勾引世子的，你为人母亲，擅自到儿子住处，这不是勾引是什么？你为人母亲，擅自到儿子住处，这不是勾引是什么？大嫂，你都说了我为人母亲，那我一个母亲到儿子的房里，应当不疑惧。毕竟你一个做大伯母，也常来侄子的房里，不是吗？行了，就是一场闹剧，也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。但婉宁有句话说的对，你一个当大伯母的，以后还是少往侄儿的住处跑。
石远都被你教成什么样子？可那些书信的确是宋婉宁写给世子的。他之前痴缠过世子，又在此时与世子共处一室，难免不让人多想。我这不也是怕影响了咱侯府还有侯爷的声誉吗？大嫂，我的声誉，侯府的声誉，是我们大还有先祖们在战场上厮杀得来，岂能压在一个女眷身上？婉宁已经嫁给我，成为我的妻子，她写给世子的书信，自然是不能说。冬月，奴婢在。将那些书信都收集起来，全部收了。没想到裴仙又一次帮了我。是。前几日我便与世子说过，不能不敬长辈，没想到今日他还是没有吃够教训。来人，将世子带回去，再打10杖。是，早办世子。不！石远，哎呀！以后说让本侯在府中听到任何关于世子和夫人的传言，本侯绝不轻饶。是。母亲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我便去上朝了。对了，婉宁刚嫁入府中，诸事还不习惯，还望母亲多加照看着些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不会亏待你媳妇的。真是的，这娶了妻呀，人都变得啰嗦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养了个闺女呢。快去吧。那孩儿就先去了。你也快回去吧，不然你家侯爷又要说我没看过好你了。是，母亲。夫人，我觉得侯爷真是太好了，比那个表面风光、内心黑不长的裴世子好100倍，不，10000倍。你之前不是还说侯爷年纪太老了吗？哎呀，那是之前嘛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侯爷不仅长得好，人品也好，可是对夫人多有尊重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元宝大人说，侯爷今日本来都已经到宫门口了，听闻此事，立刻将2刻钟的路程赶成1刻钟就回来了，就是为了给夫人撑腰呢。侯爷他是特地赶回来的。侯爷是特地赶回来的。是啊，我觉得像侯爷这样的好姑爷，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第2个。就是年纪大了点，希望侯爷长命100岁，身体康健。以后不要留夫人一个人才好。说是裴倩能活得长久一些，或许我确实与他可能。啊，等等，苏婉宁，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还有啊，夫人，您不知道，我今天去捎信的时候，老远就听到裴世子的惨叫了，听着可惨了。你呀你，夫人您在看什么？我在想，重阳诗会就要到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能轻点，下去下去。是，不行。不报今日之仇，我死不瞑目。宋婉宁死，我要宋婉宁死！儿啊，我知道你心里受了委屈，线下也就罢了，可是线下宋婉宁还不能死。母亲为何那样说？宋婉宁那个贱人，我现在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你看看这个，太子要举办重阳诗会。太子要举办重阳诗会？是啊，以往各世家举办的诗会，可都是由宋婉宁那个女人替你写的诗。重阳诗会是由太子牵头的，我们可不能放过这次的机会。的确，太子是储君，是未来的天子。我若能在太子牵头的诗会上拔得头筹，定能得到他的青睐。若是后我儿成了定远侯，再加上太子的提拔，
必然会青云直上。宋婉宁那个贱人，竟然对我如此态度，婉儿不必担心，这不过是宋婉宁心有不甘罢了。你大婚之日逃婚，她心中肯定是有怨言的，说不定是因爱生恨。这次她已经解了气，接下来你只需要稍微对她态度缓和一些，她绝对又会忍不住过来痴缠你。也对，像我这般玉树临风、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，哪个女人看了不会动心啊？估计只要我稍微勾勾手指头，宋婉宁那个贱人就又会像狗一样过来舔我的脚。唉，只是可怜了我的雪儿。哎呀，一时的可怜算得了什么？等你平步青云，还不是想娶谁就娶谁，一个女人而已。到时候婉儿就算是想娶公主贵女，那也是娶得起的。你说的有理。宋元，让你继续做我的狗吧。抄写完了。好。只因当初遇见一瞬间，命运从此转一圈，相聚前感新鲜，偏偏天不遂人愿。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，怎会拼命想再见？可一路太艰险，不叫我们都沦陷。侯爷，不必多礼。快抄完了，还差8篇就抄写完了。夫人倒是写得一手好字，谢夫君夸奖。我来替夫人抄写吧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怎么不行？反正夫人抄写完之后也是要与我看。可这不就是作弊了吗？若是给旁人看的，那是算的；可若是给我看的，那便不是。那我来同夫君一同抄写。好。就说你不要进去啊！你看看，差点打扰了侯爷和夫人。那我不知道嘛，谁知道侯爷突然就来了。吃吧，傻丫头。谢谢元宝大人。夫人，老夫人对您可真好，每次请安都给您赏赐好多东西。夫人请留步。你来做什么？现下侯爷可是在府中的，就算不在府中，老夫人也是在的。你别想欺负我们夫人，这个小贱蹄子。东岳姑娘说笑了，我们怎么会欺负夫人呢？那你来做什么？是世子让我们来向夫人赔礼道歉的。夫人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夫人，你看看，这些可都是咱们世子为你精心挑选的礼物。世子，这是何意？夫人，不，婉宁姑娘，咱们世子是真心实意向你道歉的。哦，那请问世子犯了什么错呢？我们世子说，
他不该在大婚之日撇下你一个人，让您受尽了委屈。还有呢？也不该用那样的言语来羞辱姑娘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不该肆意造谣，玷污了姑娘的声誉。原来世子都知道，那既然他已经认错了，为什么不亲自来向我道歉，反而是前女？这也太没有人了。这个宋文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，居然想让我们世子亲自前来，真是白日做梦。哼，姑娘，你也知道的，昨日我们世子又受了杖刑，实在无法起身，否则他定然会亲自前来向您赔礼道歉的。经过昨日的教训，咱们世子也想明白了，姑娘才是个好的。此番命我过来，就是想和姑娘重修于好。重修于好。我听说太子即将举办重阳诗会，世子这般向我示好，该不会是想要在重阳诗会上让我替他写诗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咱们世子的心意。对了，姑娘，这个是大夫人另给的500两银票，也是给姑娘赔礼道歉的，还望姑娘原谅。想要让我原谅他们也可以，但凭这点礼物，还有这区的500两，也太没有诚意了。你回去转告大夫人和世子，今天晚上送1万两过来，我就原谅他们。1万两？你怎么不……哦，那我不原谅他们就是了。至于重阳诗会，还是请世子另请高明吧。姑娘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这就向夫人还有世子禀告。等等，世子的伤真的有那么重？世子的伤真的有那么重啊？奴婢就知道夫人心里还是有我们世子的。世子要是听到你说这句话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那就愿世子的伤早日好些了，可一定要好得快些，不然怎么参加重阳诗会呢？你说多少？1万两！宋婉宁那个贱人敢跟我要1万两，他配吗？哎，儿啊，要是跟你的仕途比起来，这1万两又算得了什么？除了这1万两，他还想要什么？别的倒是……他还问起世子的伤势，说希望世子的伤好得快些呢。他真是这样说的？千真万确。奴婢瞧着这宋婉宁，必是还爱慕着世子呢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我儿稍微对他态度缓和一些，他就巴巴的舔上来。我还真是高看他了。宋婉宁果然还是那个不知廉耻的宋婉宁。给世子收开！儿啊，这药你忍着点儿，这是母亲专门为你求来的宫廷秘药，是疼了点儿，但是定然会让你在重阳诗会之前将伤养好。我还必定能在重阳诗会上大放异彩，一举获得太子青睐。贼心，宋婉宁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夫人，您怎么真收下了这些东西啊？您莫不是心里还挂念着裴世子，想与他重修于好吧？冬月，你知道如何能让一个人更惨些吗？如何？那必然是将其先高高的捧起，再看他狠狠的摔下。现下是在太子的府内，不太好引人注目，就先委屈姑娘在此处了。等太子殿下出了题，我自然会为姑娘送礼。果然还是如此，
前世裴时远也是命人将我安排在这里替他行事，只不过前世是我主动提议，而这一世是他将我请来。9日龙山夜，黄花笑逐尘，久久重阳，这是登高吟诗之时。往日的诗会都是孤以某字为题，与诸位作诗共赏，选出魁首。这次诗会，孤有了个新的功法，来人，呈上来。是。什么腥味啊？太子是何意？这是孤从南阳使者那里得来的一首诗，想与诸位一同赏鉴。不知哪一位能看出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诗？哎呀，南洋文，这从未见过。是啊，是啊，这怎么鉴赏啊？真是天助我也！宋婉年的祖父曾任鸿胪寺卿，专管外交事业，且正好教过宋婉年南洋语，他必然懂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。太子殿下，臣愿意试上一试。哦，裴世子竟如此博学，还懂这南洋语。臣不才，有幸学过一些。既是如此，那裴世子便试试吧。来人，赐笔墨。我又不识得这南洋语，这可怎么记得住啊？婉宁姑娘，婉宁姑娘，你快帮帮我们世子！太子殿下出了何典？太子殿下出的是一首南洋诗，让人来鉴赏。我虽不会写南洋语，但我可以为姑娘画下来。这南洋语属实难记，我也只记得这些。姑娘，可能从中看出些什么来？翠柳姐姐不必担心，我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什么。梅里原上角，一岁一孤，少不减，春风吹又生。怎么只有这几句？这好像不是南洋诗。这当然不是南洋诗，可这南洋语写的就是这首诗。婉年姑娘，莫不是想诓我世子？怎么，翠柳姐姐这是不相信我？我祖父曾任鸿胪寺卿，是学过这南洋语，想来世子也是知道这其中缘故，所以才应了太子。若你不信，那你便自己写一个，交给世子。我也不敢抛骗世子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我是一首古诗，这不是耍我？裴世子还没有写好吗？算了，先写上。不要在宋婉言看到我在太子殿下面前丢脸，我一定会让人生不如死。这什么意思？殿下，臣写好了。殿下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南洋诗，
而是用南阳语写的古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裴世子果然是英年才俊，博学多识啊！你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南阳语写的一首古诗。这会后记得领赏。多谢殿下，这个宋婉娘还真是有点用处。来，给诸位才子们看看。太子殿下，这不公平！在座的只有裴世子一人读得懂这南阳文，我等无论如何都比不过他呀。陈公子说的也有道理，只不过是姑的一时兴起，想寻个乐子罢了。也罢，姑就再出一道上联，与诸位对上一对。太子殿下写的上联是一夜五更，半夜二更有半。太子殿下写的上联是一夜五更，半夜二更有半。婉宁姑娘，这次殿下出的是一道对子，上联是一夜五更，半夜二更有半。诸位可都写好了？回殿下，臣写好了。三秋九月，中秋八月之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孤以为裴世子的这副下联最佳，看来今日的魁首被裴世子摸熟了。诸位觉得如何呀？太子殿下，我等还是不服，请太子殿下再出一道。那好，姑就再出一道。太子殿下写的上联是地满红花红满地。天连地水，地连天。太子殿下，我等还是不服，请太子殿下再出一题。太子殿下，我等还是不服，请太子殿下再出一题。哦，裴世子如此自信，那姑就再出一道。树红树碧高低影。烟淡烟浓远近秋。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。晴晴雨雨时时，浩浩极极。
重重叠叠山，曲曲环环路。叮叮咚咚泉，高高下下树。前世我便已经帮裴时远答过这些题，并且得了魁首，想必裴时远心中定是得意非常。裴世子一连答5题，皆为魁首。诸位可还有什么话说？太子殿下，此次为诗会，我等与裴世子比不过对子，难道还比不过写诗吗？请您出题，让我等与裴世子比比写诗吧。裴世子，你可有信心再得魁首？回太子殿下，臣自然是有的。今日你们谁也别想抢我的风头。好。那诸位便以花为题，写诗来比吧。这一次要还是裴世子夺得魁首，诸位可不能再有异议了。是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裴时远，你一个连国子监都考不进去的草莓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根本就不是我写的诗。太子殿下，臣写好了。哦，快呈。是。哎，不用，裴世子，便直接读吧，也让在座诸位都欣赏欣赏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他们定然是被我的文采所折服，才露出如此表情。臣读完了，这就是臣写的诗。夫问你，这首诗真的是你写的？这首诗真的是你写的？太子殿下竟然如此郑重的询问，看来这首诗果然引起了太子殿下的赏识。太子殿下，这首诗确实是臣绞尽脑汁所写。放肆！裴时远，你竟敢戏弄孤？太子殿下，不作死，臣怎敢戏弄殿下？哼！裴世子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，还是假不知道？这首诗是唐代崔护写的，怎么可能是你写的诗？对啊，你如果真博学，怎么可能没读过这首诗？该不会你那些对子，还有那首南阳诗，是作弊得来的吧？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那些对子，还有南阳诗，到底是不是你写的？该死的宋婉宁竟敢如此坑害我！是我写的。那好，来人，再给我去拿一份南阳诗，给世子辨认。孤倒要看看世子是不是真懂这南阳语。是。裴世子，请吧。那臣去把它写出来。不用，你既是懂，便是读，也能读出来。这写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都怪那该死的凤水英！等我回去之后，我一定让他生不如死。裴世子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这上面写的是殿下，殿下，我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参见太子殿下，妾身是定远侯府宋婉。你就是那个大婚之日被裴世子抛弃，当场改嫁定远侯的忠亲伯嫡女宋婉宁。
正是妾身。你说你识得这南阳语？是，我祖父曾任鸿胪四卿，教过妾身南阳语。是。回太子殿下，这上面写的也是一首古诗，写的是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似。你的确懂这南阳语，不过你既是定远侯的夫人，又为何出现在此处？回太子殿下，妾身是被裴世子威胁过来的，世子所写的那些对子和诗，都是威胁妾身，替他所做。苏婉宁，你血口喷人！太子殿下若是不信妾身，可命人在裴世子的身上搜查一番，他身上定然还有我写给他的纸条。来人，给我搜！太子殿下，你千万别信这个女人啊！她是在污蔑臣。真有，殿下！放肆！裴时远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裴时远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臣有话说，殿下根本不是臣威胁他来的，而是他不知廉耻，爱慕于我，主动要求来的，也是他主动提议要帮我作弊，欺瞒殿下的。殿下，臣是受了他的蛊惑，才做了错事。臣母亲的婢女翠柳可以作证。快！太子殿下，我们世子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是他，是宋婉宁诬陷的我们世子。太子殿下，妾身虽曾爱慕过裴世子，可经裴世子逃婚一事后，早已醒，只想安安分分的做定远侯夫人。谁料裴世子前些日突然找到妾身，扬言说我若不帮他获得魁首，便将妾身曾赠予他的东西传于民间，让妾身身败名裂。宁，你这是在造谣重伤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殿下请看。这是之前裴世子在侯府就曾写下威胁过妾身的信，可请这位大人与方才世子所写的字体做对比。启禀太子殿下，这信的确是裴世子所写。太子殿下，世人皆知女子的名声最重要。上次裴世子只是拿书信威胁，可保不齐还有什么鞋袜、荷包。妾身虽为裴世子名义上的母亲，可也只不过是一个刚及笄的女人，实在是不敢拿自己的名声做赌注，所以才被裴世子威胁，欺骗殿下。殿下，这个女人满口谎话，你千万不要被她欺骗了，你不要被她蛊惑了，殿下。你千万不要被她欺骗了，你不要被她蛊惑了呀，殿下！殿下，妾身本不该讲内宅之事，误了圣听，但妾身实在是别无他法。纵然母亲和侯爷都愿意相信妾身，但也抵不过裴世子这样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威胁与陷害。求殿下明察，为妾身做主。2年后，太子便会继位，裴时远，你的清名就断了。裴时远，你好大的胆！你欺君罔上，还造谣女眷名声，实在是罪恶至极。来人，拖下去，杖刑30。杖刑？是。上！我不要杖刑！太子殿下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要杖刑，我真的错了，您饶了我吧，太子殿下，我错了，您饶了我吧，太子殿下，饶了我吧。宋婉宁，妾身在。你虽然未曾有大错，但你明知裴时远作弊欺骗我，却不早早出来承认，便是情有可原，故也得罚你鞭刑15下作为惩戒。
你可有异议？妾身并无异议，谨遵。报！禀殿下，定远侯求见。臣参见太子殿下。快请起。殿下，臣已听说了在诗会上发生的事情，侍臣教子不放。这鞭刑该由臣替夫人承受。侯爷，侯爷，殿下不可！此事是婉宁自作主张，侯爷从不知情，这罚该由婉宁自己来领才是。我是你的夫君，断没有一个丈夫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受刑而无动于衷的。殿下，臣夫人年纪尚小，臣不愿看她受罚，还望太子殿下成全。好，定远侯果真大丈夫，那就由定远侯代其受过吧。谢太子殿下。侯爷，侯爷得罪了。侯爷，放，继续吧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？是我。侯爷，你没事吧？夫人不必担心，只是受不了而已。我的爱，殿下，臣待捉奸，先行告退了。母亲，陛下到底什么时候死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当上侯爷？还有那个该死的宋婉宁，还有得罪了太子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！快了，快了！宋雪儿不是说了吗？她给我们的那种药是慢性毒药，要想不被人发现，得慢慢的让裴宪喝下去才行。也得亏老天帮忙，裴宪在救了皇上之后就落下了隐疾，需要每日服药。也幸亏有个对我夫君忠心耿耿的钱嬷嬷，这才让我有了机会下毒。顶多再有1个人不半个人，裴倩必死无疑。到时候我儿成了定远侯，就再也不用受这种委屈了。至于那个宋婉宁，还不知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真的？真的。儿子，哎呀，儿子！伤势不算太严重，只需要用这些药膏涂上一些时日便可。多谢大夫。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幸亏老夫人今日早早离开了侯府，去城外的山上礼佛，不然被他老人家看到，又该心疼了。母亲礼佛，向来要数日之久，甚至是2、3个月也是有可能的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。此事不让他知道便是了。那属下为侯爷上药吧。让我来吧。夫人，让我来吧。夫人，我来给侯爷上药吧。那我去看看侯爷平时喝的药熬好了没有。
原来未曾注意到，这小姑娘竟长得如此出众。好了，侯爷。侯爷，你为何这样看着我呀？啊，没什么。多谢夫人。侯爷，今日之事是婉宁连累侯爷。今日若非是石远做的太过，你也不至于出此下策。此事我不会放在心上，你也不必放在心上。多谢侯爷。我还有一事不明，侯爷请讲。你遇到为难之事，会想到寻求母亲，寻求太子相助，为何独独想不到寻我？侯爷公事繁忙，婉宁怎好事事劳烦侯爷？你说谎，也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。宋，你到底在怕我什么？宋婉宁，你到底在怕我什么？我在害怕什么？前世我轻信枕边人，落得那样万劫不复的下场。这世我又怎敢随意将自己的安危交到另一个男人的手中？侯爷，宋婉宁，我不管你怎么想的，但是你记住，我是你的夫君，你不是孤身一人，你可以依靠我。侯爷，你的药好了。拿进来吧。兰弟，这个药的味道，这个药的味道是……等等，这药不能喝。夫人是觉得这药有什么问题吗？侯爷，您喝这副药有多久了？自2年前，侯爷为救天子受伤后，便一直服此药。中间太医院也调整过药方，但没有什么不妥之处。夫人，您是发现什么了吗？你可知我母亲是因何而死？据我所知，钟钱伯夫人是因为得了恶疾。错了，那只是市井传言。我母亲并非是因为生病，而是中毒。中毒？是，而侯爷所喝的药，其中有一抹很特殊的味道，与我母亲所中之毒的药一模一样。夫人，可我闻了闻此药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啊。况且，太医院怎么会把毒药写进药方里？这毒确实不易察觉，但我天生嗅觉比常人灵敏一些。况且，我母亲是因为这毒而死，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它的味道。既然药方没错，那就是药材出了问题。这药在熬制期间，除了你，可还有其他人进组？熬药的人是侯爷兄长曾经身边的钱嬷嬷，除此之外，便没有什么亲近的人了。但我与兄长素来亲厚，钱某更是兄长最亲近之人，所以他断然不可能下毒害我。那要是受到王氏的挑唆呢？侯爷，婉宁并非是想要污蔑谁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夫人，若真如夫人所说，那侯爷岂不是天天在喝毒药？您既然识得这种毒，可否有解药？您既然识得这种毒，可否有解药？有。
当年我和东岳好不容易拿到这解毒药方，想给我母亲服下，但终究还是迟了一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母亲，您别吓我！您再等等，东岳马上就把解药拿回来了。母亲，您别吓我！来不及了，来得及的，只要你把解药服下，就一定来得及的。婉宁，我死后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去冒充母亲，还有我。我答应你。婉宁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母亲。自那日起，我就将这药方妥帖的带在身边。是侯爷信得过我，不若接下来试试我的药方如何？好，就依夫人所言。元宝，你派人去盯紧秦明。是。夫人，我已经按您的吩咐，将毒加重了几分剂量，想必要不了多久，裴宪就要毒发身亡了。辛苦钱嬷嬷了，这些是我们夫人的一些心意。夫人不必如此，老奴是心甘情愿做这件事的。大爷是我的奶儿子，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我是真心将大爷当亲儿子疼的。大爷虽是庶出，但他才貌绝不逊于裴宪，凭什么大爷就要战死沙场，裴宪就活得好好的？这定远侯就应该咱们大爷来当才是。钱嬷嬷，你的忠心，我和大爷都是知晓的。等石远当了定远侯，我一定派人好好侍奉，给您养老。多谢夫人。侯爷，那个钱嬷嬷果然有问题，安危亲眼看到，她在侯爷的药中下了东西，并且还进了大夫人的房间。你看，这个是安危在她走后捡到的。我看看。小心，上面还有残余的毒粉。小心，上面还有残余的毒粉。侯爷不必担心，这点剂量等同于无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还是小心为好。味道没错，是同一种毒。既然侯爷和我母亲中的是同一种毒，而这个下毒的钱嬷嬷又与大夫人有联系，能够同时和定远侯府和忠亲伯府有接触的，就只有这个宋雪儿。夫人，那老夫人的死是不是也和这个宋雪儿脱不了干系？说我猜的没错，这里面不止宋雪儿，还有林以丽，甚至是我父亲的手笔，他们一起害死了我母亲。
所以我母亲才会临死前要我答应不查证、不报仇，也是因为怕我受到他们的迫害。想不到钟情竟是如此宠妾灭妻之人。侯爷，我现在就去把钱嬷嬷抓起来审问。不行，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。要是那个钱嬷嬷一口咬定是他一个人所为怎么办？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看侯爷毒发身亡，好让那个裴时远继承侯爷的爵位。侯爷，不若我们将计就计。快来人啊！侯爷吐血昏迷了。老夫人不在家，快去把这件事告诉大夫人和世子。是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那个元宝真这么说？是的，夫人。既然是裴县身边的元宝所说，那一定就是真的。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世子，让他跟我一起去见侯爷。是。奴婢恭喜夫人，即将得偿所愿了。大夫，侯爷情况如何？侯爷病入膏肓，刚刚已经……姐儿，难道说裴谢已经死了？儿啊，快，我们快进去！侯爷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丢下婉儿一人就这么走了？是啊，侯爷，如果要老夫人回来看到了，他老人家可怎么办呀？侯爷，还好裴宪真的死了。宋婉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宋婉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我父亲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大夫人，世子，这不能怪夫人。侯爷前几日便身体不太好了，找了大夫来瞧，却瞧不出什么东西。谁知刚刚侯爷突然吐血昏迷，等大夫来的时候就没气了。真是老天保佑，我儿要做定远侯啊！那也不可能如此突然，肯定是有人故意谋害侯爷才对。对，我父亲肯定是被人谋害的。大嫂，世子，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你们该不会是想说是我害死了侯爷吧？对，就是你！你没嫁进来之前，我父亲活得好好的。你嫁进来没多久，我父亲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不是你谋害的，还能是谁？世子，这凡事可是要讲证据。照你这么污蔑，我也可以说侯爷是你谋害死的。哼，宋婉宁，那里面躺着的可是我父亲，我为什么要谋害自己的父亲？那我为何要谋害自己的夫君？况且，我有你们谋害侯爷的证据。东岳，这是我在茶水房里捡到的，而且我亲眼看见钱嬷嬷往侯爷喝的药里放了东西。钱嬷嬷昨日已经被关起来，并且已经招了，是你们指使他谋害的侯爷。哼，宋婉宁，你以为凭这些就能污蔑我和世子了吗？即便钱嬷嬷招了，又能怎么？她不过一个下人，谁会相信她的一面之词？那宋雪儿呢？石远哥哥，宋婉宁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我已经查明，侯爷是因为中毒身亡，而这种跟我母亲当年死之前服的毒一模一样。王氏，裴时远，这毒是宋雪儿给你的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裴宪死了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裴宪真的死了？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
宋雪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伯母，裴仙死了，世子马上就要做定远侯了，您就要成为这定远侯府最尊贵的女人了，而我也可以马上嫁给时远哥哥，做他的侯夫人了。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莫心，我觉得雪儿说的对，事情既然都已经这样，那也就没必要再做戏了。宋婉宁，你说的对，裴仙的毒确实是我让人下的，这毒也确实是雪儿给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怕是还不知道吧？你母亲是因为中毒死，而这毒也是我给的。不仅如此，就连爹也盼着他死，还要扶正我娘呢。你们这么做就不怕我们夫人报官吗？告官？死人怎么告官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不光要裴宪死，我还要你们一起跟他陪葬。裴时远，你好大的口气！张大人，您听到了吗？张大人，您听到了吗？本官都听到了。而且听得清清楚楚。宋婉宁，你居然敢算计我们！王氏、裴时远、宋雪儿，你们草菅人命，你们可知罪？张大人，我可是未来的定远侯，你敢动我？那如果侯爷不是了，裴宪，你没死！裴时远，你没想到吧？从半个月前开始，我们就知道了你的意图。今天这场局，就是等着你们自投罗网。大嫂，我平日待你跟时远不一样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为何？我也想问问，为何战场上死的不是你，偏偏是我的夫君？我就是恨你，我恨不得你早点死，好下去陪他。侯爷，您看，宋雪儿及其父其母谋害钟情国夫人，证据确凿，还劳烦张大人去一趟钟情国府。至于他们母子，先行收监起来，我随后处置。是，把他们抓起来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还要杀了我们不成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还要杀了我们不成？你是大哥的妻子，时远是大哥的儿子，我自然不会杀你，但我会秉明圣上，废除时远的世子之名，将你送回洛阳老家。你们今生别再回京了。把他们带走！走！告辞。被最亲近的人背叛，他的心中一定很难过吧？就和我前世知道真相的时候一样。夫君，今后无论发生何事，婉宁都陪在您身边。好。大夫，侯爷怎么样？他刚刚突然说自己心口燥热得很，我摸他体温也是很发烫，不会是出什么问题了吧？不错，不错。大夫，什么不错？您倒是说呀！侯爷之前或许是因为中毒，所以一直无法进行房事。我刚刚观其脉象，已然是大好了，可以早日与夫人同房了。大夫，您这说的也太粗俗了吧？哎，这是好事，有什么粗俗不粗俗的？我看今晚就可以让侯爷与夫人试，保证明天呀就可以药到病除，
既然开了方子，那老夫就告辞了。那我去送送大夫。我也去。我还是去书房说。等一下，夫君今晚不若留下来吧。大夫不是说了吗？你已然大好了。难道说侯爷不愿意？那夫人可要忍着性。你说侯爷和夫人到底圆房了没有啊？一个小姑娘家的，说这些干什么？也不害臊。这有什么害臊的？我以后啊也会圆房的。今晚的月亮真好。是啊，真好。隆庆24年12月，中秦伯府林姨娘宋雪儿谋害中秦伯夫人封氏，证据确凿，押入大牢。中秦伯宠妾灭妻，助纣为虐，夺其爵位，流放宁古塔。次年12月，定远侯夫人生下龙凤双胎，此后与定远侯裴宪终老一生。